藤条梦肉。是的呀，这样就真的变成溺爱了，很多人就会很担心这个事情啊，孩子将来啊，他一定会出问题的，对吧？一定会长不好的。我们相反就是害了他。我也很担心，是什么回事呢？哎，刚才只是一个悬念啊，把大家吸引住，不要走。是 Wilson 啊，他已经在有4双球鞋的情况下，又打算要买1双，对吧？然后来告诉我你的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我的第一反应是，做梦这么浪费。前面4双都不能穿了吗？不是上个月才刚买了1双吗？我就是想到会跟是不是溺爱了啊，然后会不会跟我们小时候那种被父母不管是自然的匮乏还是刻意营造的匮乏，会不会他就没有经历过这种匮乏感之后，他将来就不成器了？明明打算本来要说他是否浪费，然后都能够想到，哎，是不是我在溺爱，然后又想到自己会做的什么不对，你看，这是你的一个思维路径吗？对那你觉得是溺爱吗？我觉得一开始的感受，当然是的，我觉得你就是在宠他啊。OK， 那我就不是这样想的。怎么说？藤条梦肉。我其实觉得溺爱这个词是不能说它不存在吧，但是你一定要留心到，溺爱就不等于爱了。就好比说阿斯巴甜就不是糖，你一定要理解到这一层。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是溺爱还是爱，只是过度了？我说溺爱就不是爱了，是吗？啊，你在爱前面加了一个词，就是以你那种过分会害了孩子的方式，你还能把它称之为爱吗？因为爱本身，我觉得就是具有很强的一个包容性。爱也意味着你要对方学会责任，因为当你给他买很多东西的时候啊，我觉得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你给他买多还是买少，而是第一他的需求，第二呢，他是否有一种处理好金钱，了解怎样花钱这些规则的掌握。而这个东西和你是否溺爱，我觉得并没有太大关系的。你的意思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让他明白说这个东西的价值。要结合财商的教育。对，这个是本质嘛，就是如果他具备这个能力的话，他不会乱花钱的，他也不会来乱花家长的这个钱的，并不是因为你花了钱就会造成。如果因为这样，你一棒子打死，反而去用更加个人营造的刻意的匮乏去养育小孩的话，那反而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那我举个现实的例子啊，就以 Wilson 现在篮球鞋他已经拥有了4双了，接下来他跟你提出来说还要再买1双。藤条梦肉。那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树立我们之间的规则嘛。就我们买篮球鞋的规则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确立他需要拥有几双篮球鞋是合理的，对吧？当然我个人认为4双是够的，我觉得他也觉得是够的。不过在这样的规则下，他马上就发动了新的动议啊，他会觉得你看1双没有科技，就没有气垫，不适合打篮球啊，另外1双已经顶脚了，脚会很痛。那他顶脚是合理的，确实是没办法，所以他认为他现实只需要2双就好了。那我们第一轮呢，就在功能就是否需要这种打篮球就需要科技上面进行辩论。如果这个可以通过的话，那他就确实至少缺1双嘛。如果他讲的对，那他就确实缺2双。接下来我们就买的时间点进行讨论，我们还会就什么时候花这个钱，谁来负担，怎样负担，对吧？他也不能无限制的说分期或者花你的。那花了以后他永远的可以欠款，那就说明我们有个问题，就我们给他的零花钱没有让他的财政充盈或者是亏损，他没有任何感觉，就是给不给是一样的。如果他用了他的这个 installment， 他分期了或者他提前花钱了之后，他感到我手头紧了，那我们这个调节是有用的。还有就是他到底能分期多少，他有没有这么大的信贷能力，这种我们要对他进行教育。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是看到他最近买的那一双篮球鞋，买完之后他跟其他几双是完全迥然不同的态度。你会看见说他视若珍宝，
那个就表现在每天回来之后会把下面嵌进去的小石子把它给手工去除掉，然后把鞋底擦干净，甚至是放在他的写字台上，每天哪怕就是穿过了，鞋底擦干净，在那边观赏。就这个我是从来没有看到他对这个东西会这么的爱惜。我就在想，就是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买对了，所谓买到了他的心尖上嘛，他会用行动来珍爱这个东西。那么其实另外一个对我的反思就是，我可能以大人的视角去判断说，哎，这个东西适合他，哎，可能买到的不是真正他喜欢的东西，所以他也不会很爱惜的去用它，反而其实会增大我们的损耗嘛。所以他也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予他越来越大的自由，然后框定他的这个界限，然后以他的这个责任能力，然后去让他享受这个消费的一些所谓的乐趣？差不多，我觉得是可以的啦。因为你想哦，他现在想买一双500马币的鞋，相当于我们小时候买一双可能10几20马币的鞋，其实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的收入确实有几十倍的增长嘛，那甚至于都不止上百倍的增长，而那个时候父母是愿意花这些钱帮我们买的，有可能是我们的问题，只是我们的消费观念没有跟上，但现在出现了一个良机，就他也愿意通过这个来了解更多财务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去教会他一些事情。我觉得刚才我讲了太多的主题，在这个事情上更加重要的是让他了解他有多少的信贷能力，还有他给他多少钱是对他的财政状况是能起到调节作用的。这个我们要跟他商定好，他自己也会管理这个事情就行。我发现就是我们跟身边的一些马来西亚朋友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说他们特别是跟我们差不多年龄70年80年代出生的人，竟然跟我们小时候成长会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对，大家都是经历过物质不充裕，比如讲说小时候可能喝不到鲜牛奶的情况下，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们说他们会喝一种叫红十字牛奶，我看了一下就是炼乳的概念嘛。那我们小时候也是，我们也会喝不到这样东西。还有会讲到说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子女比较多，父母养家的这个负担很重，所以能够看出父母一些对一个辛劳，但是他们能感受到父母的这种用心良苦，然后辛苦劳作来养家，同时又会体会到说因为兄弟姐妹很多，一些简单粗暴的育儿方式。有观众就提到了说他小时候父母就请他们吃藤条焖肉只要不听话就会用各种东西，藤条或者是皮带，男孩子嘛抽得凶一点，女孩子呢就松一点。总的来讲呢，我发现大家的回忆是相对粗线条，是带着一些欢乐的，没有丝毫对过往的一些懊悔啊或者是痛苦啊。我不能讲用欢乐，就是你现在可以以欢乐的心态去描述它，就好比你拿到一杯牛奶，你觉得我加些糖喝还挺好喝的，但不是说这个牛奶本身就是甜的，只是这个牛奶不苦，这个牛奶没有很辛辣的味道让自己感到不舒服，这倒是没有。你就会发现说你会 highlight 出以前这种匮乏的一个，同时会强调说小时候的一些自由，然后小时候这些欢乐的纯粹可能就是没有的东西有了之后一种愉悦感，对吧？我觉得你们这个找亮点的这个能力要比我强得多。但是那些所谓痛苦的成分被自然过滤掉了，它没有跟着出来，跟着来伤害到线下。那我要挖了更深一点，你说的那也是会有痛苦的回忆吗？那肯定也会啊，痛苦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你举一个例子。痛苦的话就是那我讲物质加上精神的吧。比如说因为物质匮乏，对吧？那父母总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因为你在什么样的年代，作为一个小孩子来说，多少会有些要求，比方说你希望像其他同学一样穿得好一点，买一双耐克的球鞋，对吧？然后你希望小的时候，当时流行什么那种黑色的风衣啊，或者像那个变形金刚啊，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啊。但是我的父母就从来没有满足过我呀，你那种挣扎的、羡慕的，对吧？然后当你意识到家里是买不起的时候，你所产生的那些自卑啊，或者当时一点点这个不理解啊，他们都还是有的，就是从物质到精神啊，都是有这些负面的东西的。会有抱怨吗？会觉得说我怎么生在这样的家庭啊，我爸妈怎么就不如别人有钱啊，就这类的抱怨会有吗？
如果我觉得抱怨早就在成年之后被消解了，就是我们的成长，不是我个人是这样，就你在成长过程中一定是走过了这一段，就它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低谷，你要用很长的时间和自己的自卑为伍，但是你后面会发现，你很多的自信，你自立了以后所建立起来的这些自信，都是来自于以前自卑所给到你的能量，就是它这个山谷已经走出来，而不会带到现在。对我来说哈，如果你带到现在还去的话，就一定就是回到你青少年时期的那种状态了。可是我就在想，你用的词是消解，就是说这种怨气啊，这种不解啊，然后这种不公平感，是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被我能做到，我努力一点，我自己可以养我自己一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过程去消解吗？藤条梦肉。也没有，我觉得他一开始是有很多的自卑和是一种怨恨的，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大的能力去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让生活会变得更好一点。所以你会认为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为什么我这么不幸？为什么这种自卑感，这种物质的匮乏就是落在自己的头上，而其他人为什么不一样？那这种不公平感，它是会伴着青少年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我说的消解是指你慢慢意识到，你是可以做出改变，就是说你靠着自己的学习也好啊，工作也好啊，或者你不同的运气，你碰到不同的人，你在生活中变得开始掌握这个能力去改变这个现状，因此也慢慢就不会再抱怨。但是你在小时候的话，你是明白说爸爸妈妈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吗？还是说你有过怀疑说他们只是在骗你，其实家里还是买得起？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在骗我，因为大家一起都很苦。OK， 那我明白了。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哪怕他们在骗你，你只要没有意识到，或者你更强一点，你觉得自己可以再让自己回到我不去意识到这中间存在欺骗的这种情绪的话，人就不会感受到。因为我是觉得至少我当时到现在都觉得没有欺骗，就爸爸妈妈和我都是过得苦，他们比我更苦。OK， 是的。所以那这样我能够理解了，为什么有的时候 Wilson 他有一些我认为超出他的就生活基本需求的这个要求，你能够去理解他。就像你说的，可能你觉得像他这个年龄喜欢一些运动装备、一些玩具啊之类，你都是可以理解，因为你也经历过。然后在家里，特别是你能够负担的情况下，你还是希望去满足他。我主要是如果不满足，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结果？我觉得他也不说会怎样的结果啊，总之我是希望这个过程是自然的，而不是说负向的产生很大。就好比说啊，你看这两个是抵触的事情，一个是满足他及时满足嘛，他可能会骄傲自满，变得更加的物质上的要求高。对啊，一个是不满足他，那他有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自卑、不满、愤恨都有可能，对吧？所以说，就像开车一样的，这两个仪表盘我要同时关注的。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我要确保的是什么呢？就负向的这个不能突破红线，就是他的这种抱怨啊、负面啊、对父母的憎恨啊，不能超过一定的红线，不然的话会造成伤害。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经常会提到的问题啊，就比如讲说，他会说，哎，你看你自己买了一双鞋子，你是我500、600，我买一双500、600。怎么地？就是他心中他也有会吐露出他的一个参照标准，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的花钱是不是像他们给自己花钱这样的一个大方？对，藤条梦肉。我觉得发生在 Wilson 身上，他的人格还是合一的，而且呢，他是愿意等候一下的。你看他等了一下，慢慢的提出他的要求，然后呢，他又去主动的去挑选一些马上就要下架的，已经有一些这个打折扣的这个产品。那你跟他说我要考虑一下，他愿意接受，我觉得完全合理。就是他用我上回讲的不合理的暴风骤雨式的提出要求，或者他非常非常这个急的话。那就会让我们境界很难堪，就这个仪表盘一下子就会跑到红线去了，但是那个又太快的满足它，是我不希望出现的场面。
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从物质匮乏的年代当中这个走过来的。那我们两个最大的差异是，你是真实的家里面就确实没有，已经是做到了父母的最好，给你提供了这些条件。那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是被父母刻意制造出一种物质匮乏，但是你说我们两个都经历过童年，走到了现在之后，我会有一种迷思，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童年的这种匮乏感，造成了我们两个后面的去努力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论是物质上还是在学习上面，我们会有这种所谓的饥渴感，drive 到我们现在有了现在这个生活。那我现在如果什么东西都满足了孩子，没有让他去经历所谓的匮乏感，就是我会在想，是不是我必须得让他经历这种匮乏？它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我觉得它并非是一个完全必要的，因为你想，就我们俩殊途同归嘛，对吗？虽然这个爸妈是欺骗的方式，你们家是自然的方式，我们都是有了稀缺，然后才会自力更生。那是不是没有稀缺我就不会自力更生了呢？这个我觉得不会的，因为认知到啊，就是自己的一个使命啊，未必要有稀缺，稀缺只是一种不自然的结果。就是没办法所造成的。如果你刻意的营造虚缺呢，就会诞生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年初抓娃娃这个电影当中讲到，就会诞生出一个欺骗的问题，背叛。这是一个欺骗的问题。那欺骗就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就小孩会感觉被骗了会感到背叛。他不是不能忍受痛苦和稀缺，而是他在这种背叛之后，他会感到这种爱是假的。那他的动力更加会熄火了。对，他会明白他会觉得说，爸妈的爱真的就像你说的，可能爸妈是不爱我的，对吧？比如讲说，我在 Q 你啊，不是简单比如就是藤条焖肉。